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小吴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吴哥好，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时事评论黄迎忠老师，大家晚安。好，那今天整个金华城案有了具体的一些的发展。OK， 好，那当然是北检在今天呢正式申请延押沈庆金、应小薇。OK， 好，那大家一直在讲这个礼拜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礼拜，应小薇、沈庆金要不要延押？那从这个延押，当然你可以看得到北检延押以后呢，当然接下来申请延押，台北地院很快就要开庭决定要不要延押。但是大家关心的除了这个以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延押会不会代表着外界看柯文哲延押？延押的几率，像媒体上报道，真的是几乎100%吗？民进党内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呢？那对整个案件发展的话，今天礼拜二的时候，周刊一样又有报道出来了，包括橘子是已经转列了被告，然后包括有没有10大金主，所有这些。可是这一切的发展都在看的就是金华城这个案子是不是离收网要越来越近。可是如果延押的话，最起码一次延押2个月来看的话，那这整个还有多少要调查呢？一战。是延押，大家都在算会不会延押嘛？因为如果不延押的话，他可能就很快要起诉。现在已经是延押那沈庆金，包括还有应小薇，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意义在哪？包括周刊里面所讲的，包括10大金主所有的这些事情，对这个案件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对，先讲延押这件事哦，新闻稿非常特别哦，说台北地检署侦办柯姓等被告涉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对。它是以柯犯哦，所以柯文哲为主的一个侦办案件，因为要侦办柯犯，就是柯文哲的案件，所以我申请了延押沈庆金跟应小薇嘛，所以大家才猜，因为应小薇跟沈庆金是8月30号羁押的，所以大概是10月30号他们就是停止羁押嘛，所以要前1周里面去申请这个延押，而下1周就会申请柯文哲的延押嘛，因为柯文哲是所谓9月5号羁押的，所以下1周有可能柯文哲就会被申请延押，因为是要侦办所谓的柯文哲的案件，我都已经延押了所谓的沈庆金跟应小薇了，我怎么不可能不延押柯文哲？所以柯文哲延押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另外就是所谓的周刊报道哦，周刊今天又报道了所谓的10大金主名单啊，其实这些10大金主名单很多都是检联在上周约询的一些商界名人的名单呐，他只不过再整理一次所谓的10大金主名单，而这10大金主名单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栏位，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大概就是柯文哲 Excel 档的栏位啦，但是它少了时间，是多了所谓的经办人、经手人，很多都是邱佩玲这个角色，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邱佩玲是只有一个系统吗？没有。它里面其实有讲了，周刊也讲到，总共有300多笔哦，这只不过其中的10笔，而这300多笔里面的10笔，为什么挑这10笔？我其实打一个问号啦，是不是刻意的把一些人曝光出来，让这些人远离柯文哲，远离一点哦？所以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大家叫做只要碰到柯文哲，大家都很害怕，所以被所谓的周刊写到，大家都会躲开来啦。所以为什么写这些人的名单？而这些人的名单牵涉的都顶多就是所谓的政治现金的问题嘛。另外，邱佩玲的角色在周刊报道说他蓝的负责所谓的蓝的募款，那绿的募款就是谢明珠。但是我要讲说，柯文哲绝对不会把一个人当成是唯一的募款线。我们可以了解到柯文哲的所有的募款线里面，在媒体所谓的报道里面就有经过，我们可以看到李文忠也好，邱佩玲也好，黄崇仁的代表的科技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张敬源所代表的永丰帮也好，他有各种的不同的系统在帮柯文哲所谓的募款，所以今天爆料邱佩玲是所谓的邱佩玲只不过只是代表其中一条线嘛，而邱佩玲跟柯文哲的关系当然很好，而柯文哲跟邱佩玲的认识也不是成立民众党才认识的，他们在2014年说真的那时候很少有蓝营的所谓的支持者支持柯文哲邱佩玲是邱创焕的女儿嘛，那时候她愿意挺身而出支持柯文哲，而且带来非常多的所谓的媒体资源，因为他是媒体的相关的经营者嘛，所以他跟柯文哲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他密切到什么程度？就是跟正言上人吃饭的时候，他可以让柯文哲从家里面拦截他出来，不经过所谓的行程秘书的安排，因为行程秘书就是我，他直接跳过我，直接去拉了柯文哲去跟正言上人吃早餐，因为正言上人吃早餐的时间是6点半，所以他是唯一一次他7点半晨会没有到的那一天，就是跟
跟正言上人吃早餐，而谁有这个本领拉柯文哲去跟正言上人吃饭？就是邱佩玲，也就是说，邱佩玲跟柯文哲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关系非常好，也不代表所有的募款都是由邱佩玲来所为了募款哦。另外，今天周刊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我要讲的说，经手人部分特别写了邱佩玲，但是有一笔最关键的经手人，因为我们知道检联办所谓的其他的政治献金案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沈庆金的1500是金钱，而他的经手人到底是谁？如果他的姓名叫小沈，他的经手人不可能是沈庆基嘛，一定有另外有经手人，而这个经手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今天也被列为被告的徐子瑜橘子？我们讨论很久的橘子，今天也被检联列为被告，而周刊也详细报道了橘子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是在于他出国出入境的时间点跟柯文哲的指示密切相关。柯文哲在3月的时候就交代了党内要针对所谓的金华城案跟所谓的政治献金案开始要做准备，而3月是什么时间点？金华城案监察院叫做1月底的时候，他公布了他的所谓的监察院的报告。另外3月的时候，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政治攻防，这件事情的政治攻防就是台志光的政治攻防。台志光的政治攻防让柯文哲跟郝龙斌互相吵架嘛，吵架的时候，柯文哲是不是就知道郝龙斌有可能就会咬出所谓的金华城案的容积率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就已经开始准备所谓的政治献金案跟金华城案的攻防的问题，而在5月的时间点叫橘子出国。这就要怪我对面的钟小平了。为什么？特别突然出现钟小平，因为5月3号钟小平去提告了，你去告5月6号去提告了，所以他知道他被列他治案被告的时候，他马上叫橘子要出国，而且带很多的东西出去日本嘛。特别的是8月27号，橘子又返回台湾。是不是他得到内部的消息，检联已经要开始针对柯文哲家里办公室也好进行搜索，所以所谓的媒体才报道说，橘子有到党部所谓的班前嘛，这些相关的资料或者 USB 或者是秘密档案，是不是都透过橘子现在都带到日本去了？而检联现在把橘子列为被告的重要原因，就是橘子是不是知道了这一件最重要的证据，叫做小沈1500，在2022年的11月1号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经手人就是橘子 ？OK， 对于整件事情，当然包括周刊界的一些报道，那甚或刚才一善前面有提到，那橘子有没有在那段期间的往返，包括有没有到党部班前，类似这样一件事，民进党中间那有过一些的回应。针对今天的周刊报道，他们有相关一些回应，先让你听一下，来。现在难道是《镜周刊》在指挥北检办案吗？还是现在北检在卖周刊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就是这一连串的每天、每周、周的发布这样的科幻小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件是真的吧？那好像他每一次都是在指挥北检在办案，奇怪了。怎么会媒体指导我们的北检来办案？这会不会太奇怪了？而且一个橘子已经出现100个以上的故事了，大家都开玩笑说现在到底是橘子还是柚子？OK， 好，那民众党相关的一些回应。好，那刚才所讲到，包括一直在讲今天周刊所有相关的一些的报道，你要当它是科幻文也好，那还是，但是它最后到底是不是事实成真？那还是真的是一篇的虚幻文，是从头到尾沙巴的这些东西？那等到检方如果到最后要起诉不起诉，到那一刻整个翻牌出来，但是过程当中，我也不知道。刚才林国成委员讲说没有一件成真，你们现场在笑什么？你们大家在笑什么？周小平，你笑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件都真的，大部分都真的了。我觉得，而且《镜周刊》不晓得说他哪里来的，是记者厉害还是谁泄密哦？他讲的都是基本都对的，很厉害。我觉得。不过小平刚讲的好，有一段啦，其实你也不能怪民众党一些朋友会觉得说，为什么老是人家讲的，然后北检到最后是不是在指挥办案或什么？其实侦查不公开是一个大原则 ，OK？ 那北检谁？那北检那时候来查，但大家对那个也有一些维持，查的够不够认真？但是过程当中，其实北检有一个做法了，像今天橘子被列被告，上午大家应该是先看到周刊的嘛，
然后只是他周刊是写说橘子是不是列洗钱被告，那北检后来呢下午的时候出来有讲说北检那个橘子是政治现金等案被告，所以有没有洗钱没有写，他写等案被告。其实北检有一个做法是在过程当中，因为社会瞩目的案件。过一段时间就会发布一段讯息，告诉大家我侦办的一些内容，这是可以的。他们本来就是有侦办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办法，只要不涉及到公开的内容或什么。那但民众党对这一直有意见。好，我们现在就以下所讨论的周刊的内容，你要用科幻文来看，还是你要看它内容？像小平觉得这些本来就可能会是真的，可是确实有一些名单也是因为被披露出来以后，大家也真的就看到了一些，最起码第一个谢国良的那一段。是谢国良自己证实出来了 ，OK？ 那包括其他一些有这么多的大咖，是不是有被去查证？而台北地检署今天严押，包括沈清金，包括应小薇，各位你知道，你看他的那个严押的申请新闻稿，你就会知道，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讲的，第一个，北检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提讯？包括沈清金，沈清金就算用尿袋了，就算坐轮椅了，就算到医院了。然后他还是这么频繁的提讯，然后包括彭振声，包括柯文哲，包括应小薇，你看一开始就知道，北检在新闻稿一开始就先把这些人，他告诉你，检察官分别在哪一天传了应小薇，我又在哪几天传了沈清金，意思就告诉你，我一直很认真在办。我一直不断的就所查的所有东西，我就领进那班呢，但是2个月真的不够。传了应小薇，我又在哪几天传了沈清金，意思就告诉你，我一直很认真在办，我一直不断的就所查的所有东西，我就领进那班呢，但是2个月真的不够，好不好？那因为还有很多，所以我不得不严押。第一个，这是时间要素；第二个，应小薇这一段它的重点在哪？各位你要注意看这一段，应小薇她为什么要严押？她说，应小薇她跟共犯或证人间就相关犯罪事实的公诉歧义。我不知道他跟谁的公诉歧义，应小薇是违背职务受贿罪，用这个罪名声押，但他说他跟共犯或其他证人讲的东西不一样，是跟谁讲的不一样。好，这里面沈清金被严押，在这里头的理由，当然他要告诉你了，因为沈清金是集团主席，很有影响力，而且又来了，他认为有灭证、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而且这里头还有部分证人或可能是共犯。尚未到案说明，这是沈清金被严押的一个理由。这些理由会不会被用在柯文哲身上？因为最起码第一个橘子，转被告到现在也没有到。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人，还记不记得昨天传了应小薇的那个助理，是办公室主任的助理吴顺明。吴顺明交保，OK， 各位你有没有闻到哪一点味道？这里面那有人之间说法是不一样。但是有人被严押，有人是交保 ，OK？ 好，那这也许就是检方在办案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的方式跟技巧。那再往下，但是刚讲的那些理由会不会在柯文哲要被如果要被申请严押的话，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些理由 ？OK？ 好，这个是大家看的一个重点。但现在看起来，从刚才讲，我再回到一个好，那民众党口中的所谓的科幻文，一夫，你从科幻文里面看到哪一些这些钱各方面？而且你注意看那些钱的那些内容，有上百万的。但也有20，是不是？有，也有20的，20、40、30。不是，我觉得媒体写的那为什么叫10大金主？哈，10大金主，因为那个后面排3名嘛。11、12、13啊，40、30、20是排11、12、13。OK， 前面10大金主起跳150万。OK， 好，那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媒体有点选择性的透露，好，因为300笔嘛，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那你对于这篇民众党口中的科幻文讲的这些，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至少有部分已经证实是事实嘛，因为确实里面都有披露出来，大概都有给钱吧。这第一个这事实吧，好，大部分都事实嘛，而且这些人都被传了嘛。那检察官会传这些人，当然里面一定是有依据，他才能传你来嘛。那其中里面可证就是谢国良自己提到200万的事嘛，这可证嘛啊。然后也可以看得到前面邱佩玲确实也被传了嘛，
哈，那你可以看得出交叉来比对的话，这里面到底是科幻小说呢，还是有一定事实的存在？如果说以我们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是大部分事实存在嘛，这没什么好谈的嘛，因为里面有部分已证实是事实，不管是里面 USB 的当事人自证，还是检察官约谈的人与这一个里面的捐款人里面金额对不对？至少比对是都被传讯嘛。所以你看到这一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过去我们看到的传讯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部分的讯息，它是骨架。今天看到的是把肉补给填进去了嘛？因为我们骨架就看到，前议员李婉玉的爸爸被传讯王丽玲被传讯张光雄被传讯嘉义陈英柱被传讯什么一堆人都被传讯。那现在足以证实里面的肉被填进去。那你从这边看，当然这里面代表什么？我还是有一点疑虑的，就是说，除了一个2022-11小审1500沈庆金之外。其实现在所揭露的讯息并没有明确日期。我们为什么会特别会在乎那明确的日期因为那明确的日期是不是有没有横跨到2023年总统选举？总统选举的时候，柯文哲的募款。因为我好奇的是，这里面的其中人，在2023年跟柯文哲其中都有见过2-3次面。那如果说是2022年，他当时讲的理由是2022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捐了他多少钱？那2023年见面为了什么？那我现在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2022年，你可以说前面有总统大选，是不是也可以查查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政治现金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没有看到具体2023年的那一部分。如果有那一部分的话，那是否日期又逼近在所谓的传言中，有很多希望促成蓝白合啦，愿意等等等等，那个东西可不可以连结在一起去判断？现阶都看不出来。你说的是昨天有传出来上报有一篇讲说有一些北部的他没有说北部，这是后来有人去往下去昨天慧珍在节目讲，他有去问了一下上报的一些的记者朋友他讲说是有一些建商朋友好像希望也能够促成蓝白合那些，因为那笔金额如果照那篇报道说那个金额有大概上亿，那篇报道是这样。那个我比较持保留态度一点因为那里面的陈述，当一群人跟你说我要给你1亿的时候，你还在低头吃饭都不打招呼吗？看起来感觉不太像。那第一个，第二个，里面有没有企业界的人希望促成蓝白合？确实有，确实有。那里面就讲吧，USB 里面的人，就有人有在招待所啦、什么聚会啦，找了一些也是企业界的人啦，等等啦，也在谈如何帮侯友宜选举，如何去跟柯文哲接触啦，等等啦。那主要是要帮侯友宜嘛，那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确企业界有人去想要促成蓝白合嘛，甚至于有企业界的人两边跑，两边跑，甚至于用电话联络啦，甚至于约见面谈啦，甚至于晚上的时候把这个其中某一个当事人叫到旁边，用电话去跟另外一边人在沟通说蓝白合的事怎么样，都有过。所以你说有没有一群企业界的人希望蓝白合在中间串，甚至于说有聚会？这一点我蛮敢肯定的，这个说有，但是跟钱，如果要不要蓝白合，跟钱是不能扯上关系的这是两回事哦。政治现金现在就算传了这么多企业家，大家有没有要政治现金斗内没有申报的，没有浮上台面的，那最多就是政治现金有没有罚钱的问题。但是蓝白合的事情，如果牵扯到有没有钱的问题，那就不是单纯
所以我才会说那个时间点跟那个2023有没有政治现金的那一个东西，现阶段我们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如果看到，如果真有，它集中在8、9、10月、11月那一个频频在蓝白见面的时候，企业界在里面串。那又是另外一个事情哦，那又另外一个事情。所以我说，现阶段我们看到的东西，似乎好像还不到说蓝白合里面希望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某一方面去答应，这一部分还没有很明确。义父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跑过这么久的政治这些？政治现金，其实白银的朋友也有人在讲，你们干嘛都查柯文哲，查这些政治现金这样？蓝绿有没有也有没有浮上台面这些？好啊，其实大家都查，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但是因为柯文哲最主要这件事情是从金华城有没有对价关系，然后后来夯不啷当变成包括他们的政治现金案的查出这么多这些东西。请问一下，一个市长选举，那个名次上面一个20万或30万，会不会让人觉得说啊？因为我们现在胃口都被养大了，你知道吗？随便看的数字都是100啊、200啊、500啊这些，20、30，这个金额越小，这就代表其实我不想给你，但我得意思给你。好，所以你看后面标注给赖香伶嘛。选举的时候他后面那个周刊上面写的标注是说给赖香伶嘛。OK。那其实你注意看后面所谓40、30、20那几个人，那也不是一般人啊。是啊，那几个人不是一般人，那也是大企业家。对啊，那个房地产的啊，什么，那几个，那后面那3个也不是一般人甚至于有人的哥哥也是电视台里面的某电视台的董事啊，也是1年里面那个房地产代销也是几十亿、几百亿的那种营业额的，那个都不是那么小的人，那不是那么小的人，为什么就是30、40、20呢？那意思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去的时候啊，这2个300万不要，这2兄弟要200万、100万，什么？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人家在质疑的时候，意思用，原本是说党什么，后面变成个人政治现金，就变成好像给赖香伶了等等。然后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其实是黄崇仁那一段，200万，木可，用那个劳务契约，然后给木可。然后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其实是黄崇仁那一段，200万，木可，用那个劳务契约，然后给木可，那当天见的人有木可的人在吗？李文忠还是李文娟陪吗？如果都没有，那为什么柯文哲可以决定接受用木可的方式呢？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黄崇仁一开始就我是支持赖清德的，什么？如果那个属实的话，那真的，他偏绿，那就这样讲。你来找我，我跟你说我是支持赖清德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有支持的对象。但如果你还是硬要开口，那我也不想得罪你，就意思。但是那种意思很奇怪，怎么会透过木可？那个是。所有里面内容，我最纳闷的一件事，那如果没有如果柯文哲带着木可的人去谈不然这样子给木可，那木可跟柯文哲什么关系？如果木可的没有人来，跟黄崇仁直接说你用木可，那木可跟柯文哲又有什么关系？那之前又在说那只是一个帮我卖小物的公司怎么样？这一段听起来好像。就不成立啦。可是刚刚义夫讲那个，他点出一个重点，就长期以来大家讲，我记得阿淼好像也讲过，就是那木可到最后，那个股东或是最后受益的到底是谁嘛？你刚刚讲说好，你说像黄崇先生媒体上报道这篇，只有几个可能嘛？第一个，柯焕文从头到尾没有这回事；第二个，有这回事，
然后也有那个什么穆可那所有这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只能说，那柯文哲如果当天去没有穆可的人，那就柯文哲跟穆可的关系很密切，密切到大家在怀疑他们所有的账在勾稽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个账流到那个账，那个账流到这个账，也难怪会变成这样嘛。阿苗就直接问，第一个，你也刚才讲到穆可这一段，所以你也问过穆可到底最后是谁？而且柯文哲是不是自己在选2023还是27，他就讲过说，大家不要把那个政商关系搞得太复杂。先给大家看哦，这还不到1年前，2023 11月9号，当时正在选总统。正在蓝白合的最关键时刻，柯文哲去台南讲什么？他说他希望在台湾政治建立典范，做官可以不用贪污，做官可以不要复杂政商关系，正正当当也可以做好事情。这篇在他的脸书上啊，得到很多的赞，很多人觉得柯文哲果然是素人的从政典范。现在才发现啊，原来啊他的演技啊值得一座金马奖，很厉害，非常的厉害。当他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去看同一时间在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他的政治现金正在做一笔烂账，对不对？正在有人把钱花出去之后没拿到发票，他的会计师正在准备帮他开假发票、假的单据、假的账进来灌2000万。第二，按照现在已经浮上台面了，至少啊，你说周刊都是科幻小说，那我们就只讲一下已被证实为真的部分。至少谢国良的长辈有给你200，然后你没有把它存到党的账户，没错吧？所以什么叫做不要复杂的政商关系？我觉得这句讲得很会演啊。他的竞选总部有没有找博弈大亨来赞助？有没有赞助300？你的竞选总部如果是博弈大亨赞助装潢的，你现在一面在开讲谈说台湾政治建立典范。真的演技非常的惊人，尤其是什么？他说不用复杂政商关系，但是同时怎么样？同一时间，他成立穆可公司，从穆可公司再收授权费到自己口袋，穆可公司再拿小草的钱帮他做商品。刚才问说，黄崇仁先生如果帮穆可公司介绍案子，受益人会是谁？对啊，到了现在，吴怡轩帮穆可公司发布了他要解散的声明之后。穆可到现在1还没解散，2股东有谁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唯一只知道的是什么？不知道他股利发放给谁，但是有确定给柯文哲450万授权金嘛，权利金嘛。以上种种都不是科幻小说，以上种种都是经证实。光是讲说穆可公司跟柯文哲什么关系，其实柯文哲在被羁押之前有个记者会，他除了讲说穆可公司帮我做小物的公司，另外一段 Q&A 他又说，其实穆可公司跟他的财务部、靳总财务部根本是同一群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你的政商关系是不是不可谓不复杂？我们在场的小平当过这么久的议员，有看过这种手法？不久才30年了，还要对，有看过这种手法搬来搬去？蓝绿在座的蓝绿议员都有啊，有看过这种手法，甚至什么？现在已经证实了，你们竞选总部里面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有假账，对，都有灌水了。拜托啊，我看到这个他过去 PO 的这些文讲这些话，我真的都觉得反差有够大，反差有够大。所以到现在来讲，好像他的党唯一续命的方式。就是继续帮柯文哲维护完美人设，现在把柯文哲形容的好像殉道者，好像他是这个，因为如果说大家有看殉道者要成真，一定要有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很邪恶的大集团在迫害他，像耶稣就一定要被罗马人迫害，那现在民众党又塑造什么？柯文哲是殉道，然后民进党就是那个万恶，所以现在是怎么样？游淑慧跟钟小平查这个金华城案子。我们两个是双重国籍，有意大利籍，跟罗马，都怪民进党，对不对？然后蒋万安把金华城的资料都拿出来给议会专案小组看，也怪民进党，万事都怪民进党。为什么？因为柯文哲的主席人设的不能破灭啊，就是一定要殉道啊。所以你现在看他们所传圣旨所传的一字一句，黄国昌这样说柯文哲有交代，这些种种。然后放消息出来说，柯文哲探视柯爸爸的时候又提到民进党，
然后呢，这个柯美兰他也说他绝对不会让民进党得逞。这些的种种就是为了要圆这位柯文哲柯主席形象破灭之后的下一幕。下一幕拉开，民众党的众人借用了他这个殉道的形象，其实在攫取自己的政治能量呢。OK， 小平，那你这是服务处是第二次啊，被弄了嘛，这是被毁损喷漆。上次是现场，对，有上大号。OK， 那这整件事情一直发展到现在。刚才一夫在讲那个包括钱跟权之间的关系，再讲到有没有人抖内的所有这些，你刚刚讲说这些要从你对这些知道的还蛮清楚的吗？我讲一些小故事了哈。我讲叫做柯文哲是被这个市长耽误的演员。柯文哲真的会演如果他参加那个金钟奖嘛，一定吴康仁会落选，好不好？真的，不，他真的骗了多少年？你自己讲，人设这么完美，真可怕而且他说谎，那个眼睛也不会眨，表情也不变，我觉得很自然啊。你知道演技自然是很重。你说他哪里说谎？你说你说的哪里说谎？他哪里没说谎？就那场。我问你，那个 USB 出来那些大咖了哈，哪一个没认？哪一个是假的？我大家同意吧？镜周刊讲出来基本都是真的，这两个就很大的佐证。然后宫女想非要扮演嫔妃那个吴怡萱每次讲科幻小说什么，不，他们这样的发言是很扣分的哈。这第一个，我再讲个小故事，叫黄崇仁。黄崇仁2012年是投马吴佩，2016年投蔡英文。他最欣赏蔡英文什么？你知道？中华民国在台湾，好不好？我连他的意识形态我都讲给你们听。这个人就是中间偏浅绿，大概这样。这个企业家，2020蔡英文，2024赖清德。人家投谁？你怎么说？我知道，因为我跟他聊天呢。聊天他会跟你讲。我告诉你，我是很爱讲啦，超爱讲的哈。那再来呢？那这个钱就出现啦，200万。刚上一副也有讲啊，我今天他因为利基有些公司，他有时候负债了700-800亿，后来又翻身，你知道？反正你知道利润的东西反复，有阵子很好，就是他很多公司是不赚钱的，不赚钱是不可以捐钱的，当然会被罚钱。他用劳务或者说标，是不是标利基一个200万的工程而不可标到？就另外这种方式，就我不要有名字。我也不要罚钱，在那个监察院财产申报处，所以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捐给他？今天200万钱蛮少的，一个这个胃口真的是都被不，你要看选市议员跟总统不一样，每个都不一样啊，议员、立委、市长、总统，对啊，总统有一点诚意的，就一群建商，就是一个人就1000万，那有一点交情，然后你也会赢然后市长大概300万，立委100万，议员30万，这是行情。OK， 就是还行的哈。我讲不一而足啦，我只讲个一个大概方向，下回书讲一下了哈。那再回来，今天这个橘子到底要不要回来？我看是不会回来。可橘子重不重要？很重要。好，今天你知道，其实检方一定知道比我们多。检方我讲钱其实定罪的我觉得都已经够了，金流够清楚了。金流吗？很清楚，你看，他中华工程的子公司孙公司以及这个鼎越，以及这个中石化的子公司孙公司，是不是有2笔？我讲大钱2.5亿、1.8亿。那金华城拿足了，吃到饱，拿到了840的时候，是不是有5亿分润？鼎越就给金华城。你知道他那个很多人跟我澄清，他身边的人沈庆金。他们都被干光了，什么财务长啊，什么卖房子都金华总部已经旁边都没有，都全部都被陈流勇干掉了。好，干掉以后呢，他们就来心情急嘛，那心情也不好，也没有工作，等等。那我说，你们5亿，我就估计那个人名字，那个人跟他很近跟沈主席很近。你5亿分润这个怎么用嘛，很重要吧？他说5亿分润，当然有些是会给。会行贿嘛？那有些会大老板可能就还赌债嘛，陈主席。那有些就是公司自己用，反正调度之用我就那给谁多少，我要几个用途，他们的猜测是这样。我就估计那个人名字，那个人跟他很近跟沈主席很近。5亿分润这个怎么用嘛，很重要吧？他
他说5亿分润，当然有些是会给会行贿嘛，那有些会大老板可能就还赌债嘛，哈，陈主席。那有些就是公司自己用，反正调度之用啊。我就那给谁多少，我要几个用途，他们的猜测是这样。那5亿分润啊，今天你讲说没有公关费，分润对啊，中石化不是出来中石化是直接开记者会跟你讲说没有这样的钱哦，有这个钱，没有公关费。中石化是公开这样讲，没有，他都没有公关费。可中石化有财报有4.7亿的分润费，这是有的，这是不能赖的。这个有这个好，那4.7怎么用？这是检年非常重要的第3笔大钱。那其他足以定罪的小，我举例说，第4笔大钱是什么钱？这个18万笔，端木正对不起，只看账不做账。做账那些都是那个小陈受的李文娟之托，对不对？去做那个账。18万笔里面93%是无名氏捐的，1.8亿，1.8亿也捐的，这什么钱？1.8亿这个钱很可能是那个金华城给的钱呢，小草捐几千万，我相信是有的啦。可是你的整个收入是4亿，其中1.8亿是无名氏捐的，又有210万一个人头30万，又有这个99999有3000多万，有30几个，哇，不，你的钱，我跟你讲，黄珊珊讲一样的话，那个什么战狼小姐姐也是讲一样的话，说我们会去更正。监察院跟了吗？我跟你讲，到武力饭台不会去跟的啦。我跟你讲，老公啊，不能跟嘛，这钱根本就都不拢嘛，就是彗星撞地球都不会去，都不会去更正，你知道吗？因为怎么更正？这个最重要的。如果这样讲，我们就来谈科幻文好了。好，你觉得有冷钱包？有。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你觉得会有冷钱包？3个钱哈，一个比一个大。A 钱我讲了好几亿来亿去的，我都讲清楚了。然后 B 钱呢？B 钱是什么？今天艾格蒙有没有查出来？这个柯富瑶的海外账户，这钱很大啊。第3个冷钱包，冷钱包传闻太多了。如果有冷钱包，你信不信？冷钱包的钱比这些钱还大，你相不相信？所谓冷钱包就是虚拟货币，那是最大的钱喽。那大到可能跟天一样大哦。所以那现在拿到冷钱包，那金钥匙有没有拿到不知道，密码还没拿到。所以橘子对这一块，当然一来一去够起诉他了，也够服众了。检察官有台阶下了，王军你也不用下台了。够大了，几亿的还要怎样啊？那用了嘛几万个人头，无名氏冒充的，这还不够廉洁吗？好，那小冷钱包，他心野了。我觉得检察官，我就是要破冷钱包里面多少钱，应该 OK。所以橘子很重要。小平觉得会有冷钱包，当然呢，民主党的朋友包括开记者会告诉你，那种科幻文每天都来一篇，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那到底未来你看起诉与否，然后那里头到底会怎么记载这一块？这一块包括讲到橘子，好，有没有刚才小平讲的冷钱包这些东西，那是一回事。橘子是一定有这个人嘛？橘子就是他也真的就是在日本，他就不回来，而且他一句话都不讲，他什么都没有。这是大家就常理来讲，橘子现在的做法是有点违反一般大家在讲。就第一个，如果你无辜，你一定会讲话。对。第二个，你帮柯文哲喊冤也可以。我觉得橘子是最有资格帮柯文哲喊冤的。就是讲你们大家把柯文哲诬陷成这样，就没有嘛？橘子大可以发一个钟小平，第一个我没有冷钱包，第二个柯文哲不像你讲的这个样。第3个，我现在就是在读书，那我不想回，不行吗？就是这个样。我补一句，我们这位橘子好，我们要警告他。想想镜头在哪？镜头在那边。我跟你讲，橘子要回来，我们希望你平安。对，因为你当时是公务员啊，2022 11月1号，就整个1500的时候，你是公务员，公务员是可能增加这个1/2的刑期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是个乖孩子嘛，对不对？虽然你脾气坏一点，可是你刚才讲完他是公务员，你提醒他是触犯贪污治罪条例，他更不敢回来了。不可以，那你被弄成共犯，你受不了。可是你回来的话，从轻发落，你受得了。然后黄芳燕的阴间不远，好不好？那今天你以为那3不管，黄芳燕被那个韩国人被华庆帮恐吓威胁的时候，你身怀巨款嘛，3口子不找你，这不是你们。那个一世清白的那种杜聪明家族能够承受的、能够想象的事情，好不好？日本的兄弟啊，这3国主，不，你很多白道、黑道、检方压力都给你，所以你要他小孩子37岁，他的父母要帮他做决断。爱孩子的话就要分析利弊得失给他听。而且做错事本来就应该亡羊补牢去那干嘛？纠举你的组织，你保管钱，这要讲出来，你才有光明的下半生的人生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因为北检也讲说，橘子现在是改列被告，那他就用政治现金法等
所以你不知道有没有包括洗钱，包括其他的这些圣货贪污治罪条例在那个里头。那但是转为被告以后，那接下来呢，我们跟日本之间你说没有实质上的司法互助或什么，但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包括警方或是司法之间一些的管道，会不会有其他这样一些作为？可是如果真的讲到橘子这一块的话，一中，是洪建义议员，我那天在听广播的时候，我听他讲，对，他说橘子，大家台湾人其实对日本算熟的，因为去日本的机会很多。但是你们有听过他讲的大阪竟然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日方有听过吗？这个地方地区的爱林区，对，那我没去过，但我有听过。你有听过？我没有去过。哦，所以今天我就化身地理老师来帮大家上公民老师大阪的地理。公民老师和地理老师，因为我们常去大阪，但是一般我们在大阪的时候呢，我们都在上面。你讲错我就指正你，因为我是陈志涵，你是蔡壁如。因为我是地理系的，开玩笑，开玩笑。黄色的部分呢，就是一般我们去大阪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有个跑人，有没有通天那个新斋桥，南坡就是这一块，所以一般我们在大阪都是在这边游走，然后甚至像比较好的梅田。那大阪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是越北部是越好越新的，那越南部是越旧的。那他今天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那个爱林区啊，对，他是讲他是西城区是大阪24个行政区之一。那他说橘子在的地方可能是西城这个行政区里面的一个叫爱林地区。那我帮各位标出来，在这里这一块小小的这一块。那这一块呢，其实它距离那个通天阁蛮近的。这边有个通天阁，对啊，大阪有个，就是如果你往南走的话，有一个1916年成立的那个新世界的通天阁，那是一个它的地标，现在是一个文物古迹，它其实距离那边通天阁蛮近的。那这里呢，我们这边有个比较清楚的这个图，这边这一个绿色的这个就是爱林地区，好，那左边呢，这个右边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那个飞田新地。那飞田新地是呢西日本最大的那个色情游廓区，这个其实很多 PTT 的老乡民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比较色情的，就是往这边走。好，那所以它距离这边，那距离通天阁、距离飞田新地就这一块。那这一块有什么特殊？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地方，对不对？长这样，下面这一块。它其实这是晚上拍的，你看这边有很多那个街友的部分，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大量街友聚集的地方。那根据统计，大概至少有2万个这种无家者，其实都在这边。那它为什么会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随着商业的发展，甚至包括日本经济泡沫以后，很多你想，其实每个城市都会这样，有些底层的工人他没有地方去，然后最后就是聚集在这边，所以很多早上那些浙江的东西来家。找那种一日工，所以他们早上睡一睡，早上就会去做工，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过去是非常的不堪，就是说，人家常常讲说日本人，因为我问我日本的朋友，他住大阪，他说他在大阪读书的时候啊，日本人都有跟他讲，就叫他不要去这边，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游走，但是你不要去到这里。好像虽然它距离市区不远，可是在日本人基本上也不进去。他们常常这边说进去有个西城的味道，就是好像是一种犯罪的那种感觉，所以这让我想到有点像那种之前那个电影香港那个九龙城寨，这个有点像三不管地带。那这里面呢，其实在1961年到2008年之间呢，他们发生了24次的那种工人暴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乱的地方。然后曾经有媒体去采访这里，然后去采访那个警察署，西城警察署，别名叫什么？你知道？它叫做要塞。警察署跟他要塞，因为24次暴动，那里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它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夸张，没有像我们讲九龙城寨那么多，可是基本上在那边它其实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一种三不管地带，就是说在那边的人啊，很多其实因为我刚才讲那2万个街友其实也没有什么身份，所以其实那边的人你其实你立马不头要什么交身份证去调查，那边其实那边现在很多背包客会去这边住，因为相较于大阪的北区这个地方这边的那个房价就很低，物价很低，所以有些那种外国的背包客啊，他们会选择住在这边。好，那所以现在重点是，那你说扯那么多什么？如果橘子真的隐身在这边的话，这里是一个很好隐身的地方。第一个它距离市区不远，它交通也算方便。但第二个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模糊地带，所以他们这边其实你即便拿了假的身份证，甚至你就直接住宿，你也不用登记这些证件。所以基本上，因为我刚刚讲，街上有很多大家街友这边引来引去，所以其实谁是谁彼此也搞不清楚。那所以橘子如果真的决定选择在这边的话，我平常讲，日本警方也没辙，因为他们这边的2万个这些劳动人口，他一动不都去登记，那只是多一只橘子在那边，他怎么可能去登记？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隐身的地方。但我觉得有必要吗？你是杜聪明家族的后代。台湾最了不起的医学博士杜聪明，
你有祖宗的光荣要讲，而且你家里家境也很好，讲难听点你也不靠柯文哲吃喝，对你也不是要蹭柯文哲，你可能因为过去相信柯文哲，所以你为他执行了一些事情。可现在我刚刚讲小明哥讲的很好，这时候反而是你应该要回来，就是至少让清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觉得柯文哲有冤，你也可以回来跟大家讲清楚。那如果你觉得过去有一些误会或是什么事情，你可以回来跟检调交接。你现在都不敢出来，然后我看民众党人也不敢讲这件事。民众党人好像对于他们民众党人来讲啊，他不但讲科幻小说以外，与橘子好像消失了。橘子是消失的橘子吗？是不是？那我问你嘛，那上面写那个橘子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嘛？这好像也不讲。那民众党也没有呼吁他要回来，就大家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就是说，对小草们来讲，大家可能还对阿北有最后一丝的信念相信。可是我觉得你橘子大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清楚讲清楚。例如我们刚刚等来最后讲的念最后如果真的被发布通缉，然后被注销护照，你是一名你家族的杜聪明，我广告拍你杜聪明博士在地下有知，他也会觉得他这个外曾孙女，那也不看呢，然后把我们家族的蒙羞，所以不需要。所以我们现在道德呼吁就是说，橘子如果有看到，如果你现在人还在爱林地区的某一个饭店，然后开着 YouTube 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回来 OK 就回来。因为我不知道洪建议员是哪里来的一些的讯息，但是他提到这些地方，橘子是不是真的在这里？大家只知道他到了日本，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一些随着案情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发展。但若方，第一个，民主党对于所有这些的报道，几乎大部分都讲，就反正就科幻文啦，什么什么这些。但有一件事情，除了科幻文，他们最近说要讲鬼故事，因为这个礼拜天，因为反正万圣节快到了嘛，不是讲说要到街头上，然后去声援的时候要讲说听听赖清德的鬼故事，什么民进党的鬼故事，类似像这样一些，所有这些都是源自于这段时间里面，包括柯文哲的资料出来，这些媒体的讯息出来，是不是真有其事？所有这些，你们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觉得他们是真的不相信这些，还是刚才有来宾讲说，为了要巩固最后的那一块疆土，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些的事情？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他们要巩固，因为柯文哲没垮，民众党基本上不会垮了。对，那他们在这照理来说，柯文哲其实跟民众党已经绑在一起，绑非常紧。而且你看柯文哲的人设，他们现在正阿苗刚刚就有讲，柯文哲他们一直在维持他的人设，可是他的人设真的只剩下最后那一丁点了，他们还一定要把它撑住嘛，不撑住整个就垮掉。所以他们最近在讲说什么10月27号要去那个爱国东路什么讲鬼故事啊。我觉得不用讲赖清德的鬼故事，先讲你们民众党自己的鬼故事好了啦。因为你看，民众党最近冒出这么多离奇的事情，包含的政治现金到现在都还讲不清楚嘛？你要的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到现在也还没讲清楚嘛？你的1900、1500、2000万这些虚报的这些也不知道报到哪里去嘛？包含他们的福报薪资这个部分，在上一次的记者会，他们只讲了说我们就是漏报了这2000万啊，但里面没有讲到这个。他们到目前为止查到现在。这福报的薪资340万，这些到底是不是人头？这些的员工或是志工是不是有拿到这些钱？亦或是说他们最近也传出说有人怎么窃取他们的摄影器材拿去变卖啊，账目不清啊，这些是不是超级离奇的？这些才是民众党的鬼故事，他们现在才要应该把它说清楚吧？要不然你现在去到现场，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变装啊，民众党人只要就是真面目现身，就是百鬼夜行的啦，就在现场了啦。我觉得不需要讲鬼故事，因为你们只要把这些大家对于你们质疑离奇的事件，把它全部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要点嘛。那你现在是说，你看啊，像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这应该演讲人应该不要是这个周宇修，他说戏如人生就要认真，然后下面写什么？讲说戏剧系的从政之路，在政治危机中如何跟媒体建立关系，然后维持正面公众形象的经验。这是在讲什么？就在讲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帮柯文哲嘛。那柯文哲也一直都在演戏啊。刚刚像阿苗讲的这个，怎么可以这么脸不红气不喘的？当你一手在跟财团拿钱的时候，你可以讲说政商关系不要贪污啦，然后政商关系不要复杂，但把政商关系搞最复杂的其实是柯文哲啊，他就是在表演嘛，戏如人生啊。那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一直塑造的，因为维持人设，所以就必须要找一个更大的，赶快一直 K 他。那是谁？他就讲民众党他们找赖清德嘛。
那你现在讲，甚至还传出说什么柯文哲之前去看这个柯爸爸，那当然我们都希望柯爸爸能够康复哦。那这一块我觉得就不需要去讨论。那但是怎么会传出来说柯文哲说民进党不共戴天之仇？跟他不共戴天之仇应该叫沈庆金吧？对啊，沈庆金给了你1500，还有这些可能有一些进去以后哦，证人讲出了，譬如说包含吴顺明是不是讲了一些，所以他这次不用继续羁押。那包含说这个金华城危机集团这7个员工已经坦诚了，就说因为我们是受了老板的指示收了这些钱去汇款，这些人才跟你不共戴天之仇。我们从头到尾民进党打你了，他应该也要说跟钟小平哥不共戴天之仇，因为你给他去检举啊，还有游淑慧。那包含说这个金华城危机集团这7个员工已经坦诚了，就说因为我们是受了老板的指示收了这些钱去汇款，这些人才跟你不共戴天之仇。我们从头到尾民进党打你了，他应该也要说跟钟小平哥不共戴天之仇，因为你给他去检举啊，还有游淑慧，怎么会是民进党呢？因为他知道说现在打民进党又是执政党。所以会引起小草的共愤，就说你看他就是受到政治迫害，他就是被欺负的。你看现在连这个柯爸爸生病了，然后柯美兰上去哭诉，然后讲说，因为他讲什么？他讲说压人取供。怎么会压人？如果你觉得是压人举供，你赶快叫他把那个橘子回来啦。橘子回来讲一讲，说不定那个柯文哲就可以，因为全部都已经事实都已经兜起来了，他说不定就可以出来了啊，对不对？那你就硬要找一个。他觉得说，小草最气愤的人，然后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人来当做他们的遮羞布，当做他们的挡箭牌，才能够维持柯文哲目前现在的人设嘛。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他们这样的操作，很多应该说从民调看起来啦，其实已经快要到50%的人是觉得说，柯文哲针对金华城这个案件是涉入图利相关的案件，其实是全台湾有大概近4成多、4成7的人是有相信的。那唯独不相信的当然是谁？就是这个钢铁小草嘛，大概还有2成的，大概预计目前看起来是2成啊，23%的支持度。应该还有一些蓝营的、浅蓝、深蓝的，23这样讲，10%是白，10几%是讨厌赖清德，认为司法都要不公，这未必支持他，应该这样讲。所以那如果依照小平哥所分析的，应该就说，那他就是维持这一个10%的人嘛，那维持10%的人，那就是看到说现在台面上。黄国昌啦，包含柯美兰啦，那包含陈志涵啦，包含这一些，现在一直觉得说，这要呈现的就是谁跟柯文哲最近。那谁跟柯文哲最近，未来是不是就可以有下一步领导这些小草们维持民众党的经营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每一个现在在台面上在支持那个挺柯文哲的我觉得都是顾自己的下一步啦。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要是柯文哲主席也被延押。算一算时间，可能就大概要到1月左右了。那对民众党来讲的话，会不会有代理主席的问题？那最近这一波，你看包括很多的讯息出来的时候，包括连柯爸爸，当然从昨天开始就讲，希望柯爸爸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一关 ，OK？ 那希望身体能够康复起来。那这整件事情连去探个病，你就很难想象，现在如果就民众党内部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团结一致对外，政治操作上来看，应该是这样，就是大家好歹嘛，因为如果要是大家都相信柯文哲是无辜的，那这时候一定就是要团结一块，然后看怎么样能够帮柯主席能够伸冤，做所有这些事。但没想到连柯主席连申请包括去探视柯爸这件事情，是在民众党内部的一些人竟然会引起这么大一些的波涛，让你看一下。包括柯美兰，然后包括蔡壁如，那这一段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来，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柯文哲主席的家人他们遭受到的遭遇，想必现在是他们最难熬的时间。我们还是会再次的跟党公职传达讯息，是说，在发言的时候，尽量谨言慎行不要伤害到柯文哲主席的家人，以这样子的原则为优先。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把柯爸爸照顾好，其他我们今天都不要再讲。OK，
一晨是。那柯美兰是直接，我是看到媒体上面讲，他是直接有在群组里面是直接看这样蔡壁如吗？其实陈志涵昨天在回应媒体的时候，就已经是。已经算是蛮直接的，就告诉他意思就是蔡壁如讲的都不对，是这样吗？就叫他闭嘴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整个民众党在经营一个气氛嘛，这个司法不公、政治迫害、人伦悲剧嘛。在这里我要先肯定简年哦，简年就是当然法律不外乎人情，有让柯文哲去看他爸爸在病急的时候，让他去看爸爸。而柯文哲当成是一个医生嘛，台大医生，那个蔡壁如也是台大护理师出身，他们一定有台大医院的讯息，让他们知道说，柯文哲是有看过柯爸爸的嘛。而这个所谓的蔡壁如讲的话，可能都不是简年泄露给他的。简年也不居功啊，他也没有说发新闻稿说我让柯文哲去看他爸爸的。蔡壁如因为他做台大护理师，所以他认为或者里面有人跟他讲说柯爸爸已经被柯文哲已经看了柯爸爸，而且他还证实说柯文哲其实了解柯爸爸的病情嘛，因为他去看柯爸爸，一定他有他的同事会给他看他相关的病例嘛。可以问一下医生。对，因为柯文哲自己本身是医师，他看一下就知道大概的状况是如何，所以柯文哲很明显的知道柯爸爸目前的病情。但是柯美兰讲了一段话，他必须去否认蔡壁如讲这些事嘛，因为他说我必须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我爸爸的病情，这叫人伦悲剧。我柯文哲还被关在那里面嘛，结果你一出来，我刚讲完没多久，你蔡壁如就打我脸，难怪蔡壁如会被发配边疆打入冷宫嘛。就是整个党在经营这个气氛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搞怪，这个人叫蔡壁如讲的实话。那蔡壁如讲了实话之后，结果叫他闭嘴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组是很重要的群组，叫党代表的群组。我等一下会讲到党代表。柯美兰在党代表的群组说，请转告蔡壁如，让他闭嘴，不要讨论我的家人。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讲，请转达蔡壁如，你没有资格泄露我父亲的病情。我必须帮蔡壁如讲话，他没有泄露他父亲的病情，他只是说柯文哲知道他父亲的病情，因为有医生告诉了柯文哲，给了柯文哲看了病历嘛，所以请不要让我做一个令我感到厌恶的人。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党代表的群组，结果就真的有人去转告了蔡壁如。蔡壁如怎么回？蔡壁如回了说，不团结搞分化，你能不能叫记者不要问我柯家人的事情？事实上他是被动回答嘛，有人去问了柯家人的事情，蔡壁如讲了实话而已嘛。我很困扰，前天和黄国昌我也没讲话，说零互动，所以他说我如果不讲话，我又被说成是零互动嘛。回答柯家人问题，说我在消费你们柯家人，所以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请勿对我做情绪发泄。但蔡壁如会很生气嘛，因为他是被动回答，而且他讲了实话，而讲实话事实上是蔡壁如很重要一个性格。那我要讲的是说，团结一团心结啦。柯文哲叫做民众党的最大共识，当柯文哲如果继续被严压的时候，这个共识就不见了，这个共识就会在面临到所谓的12月7号，我刚才讲到党代表的选举嘛。柯美兰是不是营造这个气氛？他未来有可能选中央委员，而未来中央委员就可以决定所谓的代理党主席，那就不只是黄国昌一人独占这个的名额而已哦，还有所谓的柯家人柯美兰有可能跟黄国昌来竞逐嘛。这个东西也证明了黄国昌办这些相关的活动，包含他这边现在万圣节还要办搞什么听鬼故事的什么装神弄鬼的活动。我直接讲，因为我说真的，万圣节就不给糖就捣蛋。那所有的党工最有资格，不给薪水就捣蛋。所有的党工的薪水现在都还在跟你们党部讨薪水了，结果你们叫党工去办的这个活动。所以我要讲的是说，黄国昌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自己，因为黄国昌毕竟去年才加入民众党，他从南到北70个人的场子他都去的原因，他是因为他不懂得民众党的基层组织，他不懂得所谓的认识所谓的基层的条咖，所以他必须透过一场一场的活动来巩固他的支持度嘛。因为在党内最大的派系就是柯美兰柯妈妈的派系嘛。所有最多的党员，橘子为什么重要？橘子一开始重要原因是因为柯妈妈找了很多人入党的时候，都是谁在主理？
都是橘子在处理党员。他一开始在党部工作嘛，觉得柯妈妈觉得橘子很能干，才把他调到柯文哲身边嘛。所以橘子不只是柯妈妈、柯市长的管钱而已，还有很多的党员派系的系统，橘子完全知道。所以人在哪里，橘子完全知道。我们要讲哦，橘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柯妈妈的党员管理可能都是透过橘子在管理，因为一开始入党的时候是透过橘子在处理这些党籍的问题，因为必须入党有很多行政要处理嘛，都是透过橘子要处理的，所以这个政党已经被柯家人所掌控。为什么呢？我要讲的是说，他们虽然有20%人相信柯文哲，但是只有10%、12%左右的人支持民众党，而支持民众党里面又一半的人说柯文哲不适合做党主席，因为毕竟你相信你去面对你的司法，为什么要影响到整个政党的支持嘛？所以只有6%、5%、6%的人是支持柯文哲继续当党主席的。也就是说，这5%、6%认为民众党是比柯文哲重要的，但是民众党的党员只有1%，而这1%里面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派系叫做柯妈妈的派系，而第二大派系叫黄珊珊的派系嘛。黄珊珊又在停权的状况下，黄国昌到底有多少党员的支持？除了代理党主席、中央委员决定之外，6个月内如果柯文哲继续被羁押，他没有办法请假，但按照党章的规定，他就必须整个全党改选党主席。而如果这个最大的派系叫做柯文哲、柯妈妈的派系的话，会不会最后挑战黄国昌就是柯美兰？所以为什么柯美兰不断的在动员这个整个党内的这些相信柯文哲的情绪，就是我才是正统，你黄国昌才是外来的。OK， 辛主任是问一下，因为柯美兰那天大家在镜头上面，我们让观众朋友看，在集会的那个过程当中，讲到柯爸爸的病情啦，讲到所有这些的时候，那你自己辛主任，然后这些是真的，以你们所认知柯美兰，他真的是在塑造这些氛围吗？还是真的悲从中来就是这个样啊？从人伦的角度，我相信柯美兰在礼拜6新竹孔庙那一场，她一上台开始哽咽，这边哭，因为她说她一个人去，她说她本来是跟大家说，我本来应该在现场陪大家一整晚，可是因为我要上台北，因为我爸爸在加护病房，她一个人去面对。然后她说她陪完她爸以后，她要去土城陪她哥哥静坐，所以这个倒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但她没有把话讲完，她只是说我要去，她说我一个人面对啊，她确实当天晚上她是一个人要去看她爸爸在加护病房，没错。但是接下来是那个李国章，就民众党的新竹市党部主委，也是我们那边的东区的市议员，他自己在那边说柯文哲现在什么在关在那个羁押里面呢、啊，然后连他爸爸住加护病房他都不知道，然后你政府搞到骨肉分离，是李国章这边公然造谣，好啊，所以那造谣因为可他当时讲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谁知道柯文哲前一天已经看过柯爸爸，没有人知道，所以现场当然就群激愤，然后大家就愤怒，然后是接下来呢是网络上有柯粉爆料说，在台大医院看到柯文哲戴着手铐，就礼拜5晚上前一天已经去看过柯爸爸。那这时候，当然记者就会问民众党证实嘛。那蔡壁如那时候还跳出来说，哦，有啊，什么半夜有去。然后，但蔡壁如自己嘛 gay 搞，他说什么有柯文哲的友人拿着什么病历，然后到什么在监狱里面给柯文哲看啊，自己乱讲一通，所以当然第一时间昨天早上，民众党家属请陈智菡代为发声，就说蔡壁如严重错误，那可能美兰觉得不够。下午的时候继续讲说，就是在群组里面挑纲嘛的，叫蔡壁如闭嘴。那这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精心铺成的这个悲情牌，什么时候轮到你蔡壁如在那边讲话？第一个你讲也错，第二个就算你知道你也不能讲啊。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在铺陈，因为小草们现在不看有线电视，也不看新闻了，所以我们铺陈的是在那个 YouTube 的那个氛围底下，就是有看那个民众之声或看柯文哲直播，就包括我这边看，所以我们只要相信那里面，民进党搞到那个柯文哲爸爸都已经加护病房，柯文哲还不知道骨肉分离，这个情绪是到的。你蔡壁如说政治什么东西，关你什么事？是被骂刚好，但问题是，你知道这时候内斗就出来了。我觉得网友也妙哦，就是说到底谁在说谎？这是蔡壁如，柯美兰之前他在我们新竹选过立委，他是用无党籍身份选，然后网友就讲出来说，你自己在脸书发文也是颠三倒四啊。他说这就是说我其实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这边讲，就另外一天，他你看中秋节完了，你说连续吃了好几天的烤肉，早上6点多就来到18间山爬山，就是你不是公立讲瘦了，你买一个好几天烤肉，就人家说你柯美兰自己就最内斗开始，我马上就丢出来就是要帮壁如解释说，你不要你以为你可以洗壁如，人家也抓你，所以这两边打得很凶。可是我这边觉得最无辜也是最那个，其实是柯爸爸。我想要讲一下我认识的柯爸爸，其实我见过柯爸爸，我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那时候22年的那个新竹市长选举，那时候议员选举，因为921嘛，那我其实在北区有帮一个议员候选人站台，我在帮他站台，就我台上看，右前方这里头前一个老先生，柯爸呢，一个人坐在那边，那边无柯妈，伊无找柯妈来，伊就一人坐伫遐，嘛无找因囝柯文哲来，就专默默坐在那边哦，我就问说，奇怪，阿姨哪里来家？原来是伊学生啦。因为柯爸爸以前是民附国小的老师，那有我们北区，那个北区一个候选人，他要参选嘛，那有可能邀请他以前的老师柯爸来接。那时候柯爸其实也好几年前身体状况也没有做多好，可他又没有找柯妈来。那从头到尾，当我演讲完下去以后，最后大家什么大合照什么，我柯爸都没上台哦。照理讲，柯爸这么重要的来宾，当然应该是要让他上去拍个照，然后至少就算不讲话，也应该举个手，就是说做个秀嘛，就是不是说就是有个新闻出来，说柯爸扛我边啊。后来那个候选人高票落选，就差一点点。我现在要讲的事情是说，如果柯爸是会利用这种政治上的身份，应该的事情，台爸起定的东西就是很大咖，然后柯妈妈也是全国瞩目的。我觉得他只要跟柯文哲讲说你来给他带，或是就跟柯妈说你得来上来讲几句话，一定会有新闻。你知道那个最后那个票就冲上去，但柯爸没做这件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对我认为他一个当老师的人，然后又是自己的学生，他认为说我就是支持你，但我不需要去扯到什么，就是利用我儿子的什么光环，或是柯妈妈的那种光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新竹很备受我们敬重。我平常讲 ，OK， 那我也相信以柯爸，其实柯爸之前有曾经，你知道最近有网友放出来，在2013年的时候，柯爸曾经接受那个友台一个独家专访，他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件事，因为2013年那时候就是开始。公民运动起来了，柯文哲那时候是那个红中秋运动，那时候是素人嘛，那隔年准备要选市长，台北市长。当时柯文哲是还没有，民进党还没有跟柯文哲谈这种所谓的合作，只是说当时确实有一股声音，希望柯文哲这个素人医生可以来参选台北市长。那其实柯爸那时候有讲一句话，他就提到，因为柯爸爸的爸爸就是柯文哲的阿公，在228的时候曾经有一些那个受到一些苦难，所以他爸爸就有讲说，他极力反对他儿子从政，他说不希望。儿子跟自己遭受当年一样的痛苦，所以当年所以网友现在翻出这个2013年的影片，就是说，如果柯爸早知道柯文哲当初如果听柯爸的话，现在是不是不会有这个下场？就是柯文哲的阿公在228的时候，曾经有一些那个受到一些苦难，所以他爸爸就有讲说，他极力反对他儿子从政。他说不希望儿子跟自己遭受当年一样的痛苦。所以当年所以网友现在翻出这个2013年的影片，就是说，如果柯爸早知道柯文哲当初如果听柯爸的话，现在是不是不会有这个下场？那我要讲的事情是，这里面其实就是说，为什么后来遭奸了？其实我觉得一个关键是2018年，因为2018年那一年，柯文哲的连任，他最后赢了3000票，那还是因为边开手机边投票边开票。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公投投票的话，柯文哲早就落选，所以他吓到。你知道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不是选举之夜嘛？我印象很深，柯文哲办在北门，台北的北门是他的唯一的政绩嘛，他也没政绩，他就那个北门他就办在那边当时下面人其实不多，大概1-2千的一个音乐会，可是柯文哲信心满满，因为他认为他的票就是这种空气票，他不需要靠这种像什么国民党、民进党那边动员，他其实很鄙视这种动员，结果没想到隔天开出来票，他差点就翻船，所以从此他就知道一件事：你被选举你不能只靠这种空军，不能靠这些网络的票，里面还有实体。那实体就需要什么？需要组织，需要钱。所以你看，隔年他开始2019年开始成立民众党，然后开始这些。所以当他开始需要钱以后，他整个人的心态就变了。OK， 光金华城的案子，我还记得2017年的时候，应小薇还在议会咨询过柯文哲。那时候金华城的那个 pass 是392%，应小薇希望拉到560，柯文哲说。如果到560，就是图利100亿。2017年的柯文哲认为金华城如果从392%拉到560，他说这个叫图利100亿。结果之后的柯文哲是让560直接到840，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真的柯爸爸现在很辛苦，就是人现在在加护病房，你们这些人在外面干的这些坏事哦，包括你塞一只橘子哦，就是柯妈妈塞橘子，然后柯文哲干这些坏事，然后包括像柯美兰，你们难道都没有一点那种一丝的那种忏悔吗？你们的爸爸是这么的，在我们新竹是如此备受敬重的教育前辈。我老实讲，新竹人听到柯爸爸这样，其实大家都很难过。可是你们外面给他干这些狗屁倒灶的事，你们于心何忍啊？小平是一个探病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大的一声？这个叫探病政治学哈。你看第一个，当初它叫血滴子，对不对？那个蔡壁如，那现在呢叫做破梗解，因为他讲实话干嘛呢？在实话现在很难过嘛，讲实话。那蔡壁如因为以前蔡壁如他也比较扣谁，他的个性高调。然后呢，柯美兰，然后这个柯妈妈去找这个他不想碰的事，柯文哲其实带人受过了，我觉得蔡壁如了，那就挡嘛，很强势的挡，所以长久以来他们家人就不喜欢他，这也很正常的。第一个，第二个，这到了深水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党要选这个党代表，选中央委员，选代理主席哈，有没有守规矩，有没有选，我都不排除可能会反正乱搞一通，那我不谈，我讲在理性的范围内的选。那第一大派系柯妈妈，那谁想选？看起来柯美兰想选，因为再怎么样坏规矩乱搞，黄珊珊选总是难看嘛，停权3年，所以柯美兰就变成一个活棋。那柯美兰加黄珊珊的票是多的而且是那个白头山的血统厉害真的，你不要在白头山跟四兽山你每周白头山跟四兽山，那个蔡壁如脾气大一点叫火焰山好了，3亿的火焰山。那蔡壁如加黄国昌就是会去演讲嘛，就找党员来，反正就闪那个叫空军啊，去抓这些党员投票。我觉得胜负说不定跌破我们的眼镜。就我们这些俗人谈这个事可是说不定他们的支持者更有智慧。你知道，他们的支持者有党员的，党员的时候还没退党啊。我有的党员是369万入的党的时候，现在党员就只剩10%，那是26%，其实差了2-3倍大了。好。那这些党员呢？现在党员的他的政治光谱是超过这个10%的人，不一样。好，然后他们这些中产阶级会不会想说，我们就第三势力的概念是超过柯文哲的，而柯文哲做民调是50%，他认为他不适合担任主席咯。就他的代言人到底有多少效用？柯美兰选的话，到底多少余印能够政治余印能到他身上？以及或是说他破茧而出他的选民，我就是要选出一个让党能够可长可久的人。都很难，都不是我们有形能够判断的。小平，可不可以问一下，刚才一中觉得，你觉得柯文哲的改变是在2018那一仗？对，你觉得对他造成后来的一切的改变？对，小平，你觉得柯文哲转变最大的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柯文哲2014的柯文哲跟2024今天的柯文哲是不太一样，有些人会这样认为，像一中一定觉得是不太一样。那他觉得转变在2018那一仗，你觉得？他什么时候变成很世俗？那一中讲话我同意啦。什么时候？因为他的民调其实都是领先的，可最后一阵子，除了一边投票一边看，你说2018那一次，对，2018那个，因为丁守中不够强，那时候蒋万选就赢个5万7万，那就过了，根本就不用讨论了，他就差3000嘛。然后他讲丁守中用人也很窄嘛，好像不管，反正这个都是细节了，反正就没过。然后一边开票一边心脏都快停掉，柯文哲看那个票，你知道吗？那最后只剩下几个票筒，一开完。就我们开到1点多大安区全开完了，你的大安区全开完，哇！我是说完蛋了，为什么？北投还没开完，北投偏绿嘛，对，那这个大票一出来就翻，本来赢1000多倒输，就差北投那一小块就差了4-5千票了。那林瑞图也没有去支持丁守中等等，好，那再拉回来哇，好苦他相信以前他是省。现在想想，我要庸俗一点。我是不是有点后悔了？敬老津贴删掉，老人反扑什么讲一大堆，一直想一大堆。那加上黄珊珊进来，黄珊亲民党那一套，亲民党那一套到了就是还是偏蓝的系统嘛到跟柯文哲2019他当副市长，2018就决定他当副市长了。包含2018那个双城论坛，他谁可以坐上去嘛？就他跟应小薇2个可以坐上去嘛？就这个超级议员，你知道那2个不管交情或者是影响力好，然后呢？他就下令黄珊珊，就给他选，就展开了基层的故事，你知道吗？就选台北市长。黄珊拿到尚方宝剑，那其他的副市长都不重要，就全部就压他身上，把费所有的资源给你用。哇，我跟你讲，他就培养一套，就所有的里长可以直接到黄珊珊办公室要钱要人要什么都有。
因为他们吓到了那只赢3000票，我一定要厚植一些票，就是基层变很重要很重要。柯文哲从那时候要开始厚植基层，跟财团金主也交，基层里长也拉，57个市场都变成姐妹淘，市长男的就变成兄弟。黄珊就这样干了，永远在搞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政党，我不要再做水跟蔬菜，我要扎在土里面的政党，我要大。那我即使选不上台北市长，我也要就是有一定的票数，就我这个党要活下来在台北市，新竹想拿下来等等这种2022的概念哈。可是殊不知这个党土根还没扎，就已经有植物病虫害了，就开始拿钱了，他整个贪婪的心整个起来，所以基层那一开完票，那柯文哲讲跟黄珊跟他们那些里长聊天哦，基层用不用力，用多少钱下去砸，张一山很清楚。结果怎么样？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当你不会赢的时候，全部最后一天的里长全部先到黄珊那边问导游早点去，6点半7点去，然后到那边守到9点半10点到蒋万场，全部要板块又挪回来了，给了所有的资源都化为乌有。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那3000票只差3件吓到了。可是阿淼好，最近有几件事情，民众党有直接点名跟你有关系的，包括那个摄影器材，然后那个破案之说，陈志涵直接讲说台北市警察局根本就是等于是做球给你，这是一件事。可是大家关心的，除了他们内部刚才讲到，不管是探病啦，或者是我这些，黄昌他们在整个说27号要办的那个什么鬼故事啊那样一个游行的时候，黄昌要讲一段话，说除了这个活动之外，还有别的行动。那天有状况的话，我一定行动。话就说到这里就好。我不知道，我就说到这里啊，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行动。可是黄国昌有一段，柯文哲到目前为止，他是直接说柯文哲的清白关心着台湾的未来，有到这个地步吗？这个民众党的故事真的很多啦，不知道是不是鬼故事，但故事真的太多了。今天陈世涵突然跳出来说台北市警局做球给我，我想他讲对一半，做球给我，但做球给我的人是陈世涵了，不是台北市警局。因为我昨天下午在这个咨询我们台北市警察局的时候，问了一件事情。10月18号，黄国昌很生气哦，他说这个民众党的摄影器材被偷窃，破案了之后竟然没有通知当事人，而是告诉媒体，新闻都出来了，当事人还不知道。那我看黄国昌这话讲的蛮重的，也里面如果他讲的是真的，确实有弊端啊，该查啊。所以就稍微整理了一下时序发现他们10月11报案嘛，然后10月16晚上，警察抓到了这个被告，然后被告也承认了。然后10月17的晚上，媒体披露了，时间真的蛮近的，所以我就问台北市警局说，你什么时候告诉当事人？结果中山分局长呢，他说10月16晚间侦破，隔天早上我们就通知了当事人的发言人，民众党的发言人。所以在媒体的报道出来之前的当天早上，其实民众党已经被通知了。那我就问了这件事情，然后我是鼓励市警局把故事讲清楚，那个时间点不要让外界误会了。那殊不知陈世涵今天就生气，说警局做球给我，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无意间我这是不小心也许那个发言人如果就是陈世涵的话，是不是他知道消息没有跟黄国昌立委讲，害黄国昌立委公开丢脸？我就问了这件事情，然后我是鼓励市警局把故事讲清楚，那个时间点不要让外界误会了。那殊不知陈世涵今天就生气，说警局做球给我，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无意间我这是不小心也许那个发言人如果就是陈世涵的话，是不是他知道消息没有跟黄国昌立委讲，害黄国昌立委公开丢脸，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媒体先知道？其实你们党内有发言人都已经被通知了所以陈世涵今天很生气。但是呢，我觉得总的来说啦，这件事情大概反映了他们党内现在就是一团乱，所有的讯息都没有传达，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
这个看到外界有证据出来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他们很生气，就说这些通通都科幻小说。没有，这不是科幻小说，只是你不知道哦。那也许他们当中很多人啊，也都遵守了黄国昌立委的指示，把有线电视都剪掉，都没有在看了。所以都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情。科幻小说我看阿淼越像火星人。火星人票房很好的。所以你看，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们在打造一个什么？他们其实在打造一个白色巨塔，一个很厚、很严实的同温层，把支持者放在同温层里面，让支持者不知道外界有什么讯息只看他的频道，只看他的这个记者会，然后就。这些支持者的世界就会跟真实世界不一样。那阿淼，如果像黄国昌讲，柯文哲个人的清白关系到台湾未来，如果你讲那是在白色巨塔里头，把支持者都摆在同温层里头，那如果有一天柯文哲的清白，假设检方或院方最后做出一些是有罪的判决，假设，那黄国昌告诉你说柯文哲清白是台湾跟关系到台湾的未来，如果你又说那所有同温层里面的小草，假设都相信是这样，那怎么办？千万不要为他担心，因为如果柯文哲他的能力转换很快的。如果柯文哲被起诉，或是柯文哲被判有罪，黄国昌会告诉所有人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如果他还没有出来批判他，不会，他现在他要先第一个出来批判他。没有，他现在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因为现在他在排队也排不到前100名了。现在批判柯的人太多了，黄国昌要走跟大家不一样的路，他是第一个永远出来挺他。这样才能吸纳他政治能量嘛？他在吸纳政治能量的过程当中，如果柯被起诉或柯被判有罪，他就会说什么？他说啊，这都是民进党的迫害，解决了，对不对？他就告诉在这个白色巨塔里面的所有的小草，各位，民进党又来迫害柯主席了，所以要怎么样？所以要上街头，包括他10月27号举办这个活动，他在讲说。如果有行动，我一定冲第一个那大家，我话讲到这里就好。这要干嘛？这要干嘛？这要动员。是要让很多人觉得去期待当天会不会有什么？对，你要知道他这个剧本2套，一套就是吸纳能量的时候，他一定会力挺到底，而且要把人吹出来。所以他讲的时候，跟国昌老师一起干大事，这个期待值大家就会去嘛。人场要吹出来，不然在台北市爱国东路很大一条如果说又200-300人，那真的不好看。所以人场要吹，这个黄国昌10年前做街头运动的时候，他了解这个道理。但是如果到后来他政治能量吸纳，他觉得 OK 了，柯粉已经转成昌粉，他万一看到柯文哲被判有罪，他直接一句话：我认识的柯文哲不是这样的人。解决了。以前徐永明案他就这样处理的，到现在他没有再帮徐永明讲一句话了。这个有人用过嘛？没关系。之前就说检察官传错人了嘛，后面说他识人不明了，结案。有个人不是就这样吗？结案。对，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把柯粉变昌粉的政治过程。在这个政治过程里面，有黄国昌他出现什么表现，大家千万都不要觉得诧异，说什么他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他要的是这10%，他有这10%之后，未来2026、2028，他还是可以跟国民党校正。对。可是现在看起来，义父，那不能怪大家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因为那个账从这件事情最早好了，因为议会本来就有在质询金华城，大家都知道，但其实平常讲那时候并没有卷起千堆雪啊。那你说检方有没有？小平是5月，你说你去告了嘛？好吧， 5月6号告了就告了嘛。对。但那时候整个社会氛围是从那时候的一笔，那真是叫一笔烂账的那查账，连他们自己开查账记者会，那讲柯文哲自己都说他们的账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要这样，而那个时候财政纪律一直号称财政纪律的是柯文哲。对。所以这个是柯文哲整个人设，那时候开始有很多人会觉得那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到谢国良说那有没有200万的时候，叶文讲说原来你那时候包括他骂蓝绿，骂了很多，那原来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政治现金的问题吗 ？under table 的东西吗？这个所有这些是不是让很多人对柯文哲以前跟现在柯文哲之间产生落差最大的一个问题？他的人设一定落差很大。记得2014年他选完的时候，骂的时候，他曾经质疑过，除了陈定南以外，可能政治现金、选举经费申报只有他最老实。各位还记不记得这句话？他还把陈定南拿出来讲这一段。对对。那你回过头来看现在呢？现在呢？
我们在讲金华城，我们都还在讲金华城的金流怎么样？哎，我们还没有继续问，哎，专户里面少的2700万呢？到现在有交代吗？记得2014年他选完的时候，骂的时候，他曾经自语过，除了陈定南以外，可能政治现金、选举经费申报只有他最老实。各位还记不记得这句话？他还把陈定南拿出来讲这一段。对。那你回过头来看现在呢？现在呢？哎，我们在讲金华城，我们都还在讲金华城的金流怎么样？哎，我们还没有继续问。哎，专户里面少的2700万呢？到现在有交代吗？没有哎，再凑那个1000多少万，然后对这边福报的，就你会发现，现在民众党里面，你只要人家指控他虚报福报，你就发现民众党一定会加一个字词，我们有短报的，他才能凑嘛，才能凑。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政治现金的时候。那个端木虚报啊，什么福报啊，但也有短报。但你看到这一次讲到那个党工没有拿到那个薪水的时候，有福报，然后你就知道陈志涵里面后面一定有一句话也有短报，哪有错报对，因为这样他才能去兜那个数字嘛，告诉你兜那个数字嘛，福报表示说没有的你报了嘛，短报表示你有的你没报嘛，所以要去兜那个数字。其实那时候就是一团乱账嘛。其实乱账的时候，其实柯文哲出来解释什么，就是他也很讶异啊，就又来了一句嘛，世人不明，他同学，很巧，大家都会用世人不明同学。但那时候我们在吵的时候，其实金华城有没有大家在问？有有。那时候大家也在问嘛，不然怎么会有3月4月他说你们也没有金流什么，怎么会有那一段话？其实3、4月的时候就已经在炒金华城，那时候其实关注焦点金华城并没有那么大，就大家只是在炒那个容积率啦等等的问题，一直到这边5月2号说是列被告，其实5月列被告有很大的进展，让大家一直持续在关注金华城，也没有其实一直开始那时候还是在涨的那些事啦。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在乎啊。就那个什么戴立领的公司里面有3笔突然发现被福报。从那时候开始，原来你们的账有问题，一路开始的嘛。一路开始就查出了太多问题，结果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问完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问完，金华城就开始办了。对，所以。我们那一块又丢到旁边了，现在那一块变小抓的了。对啊，因为里面还没有交代的是专户的2700万跑到哪里去了，你补申报的问什么？现在结果这个都还没厘清，又来了一个党工的福报，现在大家根本不在乎你这一部分了。大家在乎的是金华城的金流，检察官侦办的程序速度是怎么样？不要忘记，这我要提一句话。去年的11月15号，就在这个棚里，柯文哲坐在对面。6点协议那天的下午，他沾沾自喜的是什么？他第六点，对，监察，他要哪几个？包括金管会、财政部长、人事、NCC、人事、NCC、法务，他就说一句话：监察。他特别强调监察。结果选完了，我们才发现哪有监察可言呢？你的账到底在哪里？他可以监察别人，别人不能监察。这样子哈，所以你看他的竞选的账也一大堆乱，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监察到主席，所以 USB 有一大堆账，所以他讲的监察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真的很在乎监察吗？他当时还不是财政纪律而已哦，什么人事总处那个有关人事监察什么，他都说他都要还有法务部、金管会什么NCC， 他说那是他家的第6点，对，还沾沾自喜他家的，结果到最后是什么？完全没有监督机制。OK， 连
党内的去募款，他负责的也没有人可以监督到 USB 里面去，所以你看那一场仗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其实是 USB，就告诉你一件事，柯文哲私下是会收钱的人，只凸显一件事，其他的那个金额我都不管，柯文哲是一位私下会收钱的人。这一个，我觉得这一个是彻底了，告诉大家，柯文哲讲的什么穷啊、青年那都骗人的。你看他私下会收钱，而且光那 USB 13个哦，4000多万哦，4000多万哦。邱佩玲经手的是1190万哦，他那4000多万就商办都4000多万哦，那几笔？那13个哦是超过4000万哦，对啊。那13个就超过4000万哦。那你想一下，柯文哲的人设不崩坏吗？好，这是整件事情一直到现在。那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2014的柯文哲，现在的柯文哲，那在面对到金华城甚或检方已经提出对应小薇跟沈庆金严押，接下来是不是柯文哲主席也会面临到严押这样的一个命运？那整个案情会怎么样？可是除了这个，国内政坛其实还有很多事，尤其这几天会不会真的叫大事的是？小平真的会到倒阁吗？卓荣泰院长所讲的那番话，点菜什么，真的会到倒阁吗？我们国民党是植物人嘛？哦，今天你一个对倒阁，我觉得是植物人。拿掉这个叫阁揆同意权的阁揆，那根本就没有用的阁揆。我们实实在在好不容易拼，就加上白。我提醒一下，拿掉那个阁揆同意权是国民党拿掉的。对。今天你一个对倒阁，我觉得是植物人。拿掉这个叫阁揆同意权的阁揆，那根本就没有用的阁揆。我们实实在在好不容易拼，就加上白。我提醒一下，拿掉那个阁揆同意权是国民党拿掉的。对。然后对嘛，我那时候李登辉时代那时候弄掉好。然后简单讲，现在的政治现实，你们立法院就是54席，比你这个随时可以下去的行政院长大太多了嘛。我们干嘛要提这个？好，那当然谢永健讲说，因为提倒阁，人家就会说解散国会嘛，对不对？当然是嘛，所以你们绝对不会提嘛。所以我们是棒槌嘛，我们当然不会提这个，怎么可能？然后当然谢永健加码说，那总统一起选，不可能，因为总统只能死掉才能一起选，没有任何的机制可以让总统重选嘛。好，所以这个就是假议题。那因为搞了5次6次，这个总预算协商就那个是啊，那怎么办？打仗一直往上嘛，堆起来打嘛。他左院长连点菜说都出来了，那你们怎么办？现在因为现在我们丢很快嘛，丢很快就是把你冻结嘛，就我不审你嘛，整本退回嘛。然后韩国瑜去协商有进展，可是还没成功。那所以说那个这阁揆也坏，反正你也不敢迟早你也不敢不复委啦。对不对？因为新兴的那个预算是不能用的嘛。然后所有的这个地方的补助款跟公务员加薪一大堆，还有那个租金、幼儿津贴这些事情，其实讲真的，没有人敢动它。当然我们最后也是会那个啦，不会挡的啦。可是也就是现在在试炼蓝白合的合作态度如此而已啦。就是为了只是要试这个。我觉得用台湾的国家空转来试炼蓝白合的全面。空转12月31号前审过就好了，审过就好了。不是，小平哥，我要讲其实用这样来试炼，我觉得真的是把国家当儿戏耶。你知道，光台北市，我们台北市今年的总预算有2044亿，第一次2000亿，第一次应该没有，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对，以前的1800、1900，这搞到2000。那你知道中央补助要拨给我们的有多少吗？1058亿，占58%，占58%这么高的。那你现在各地区的很多立委都有提案，都是讲说，我要这个预算，我要那个预算，我要治水，我要干嘛？去要提了一大堆案，结果你现在跟我讲说没有总预算，我们先暂搁，我们不审，我们放着。我觉得这样子，第一个很不合理，第二个，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对预算有意见，你们就进到复委，大家讨论嘛。高书没绑架了，大家直接讨论嘛。那你现在一直要绑着，就是说用26亿。卡3兆来换26亿，
可是我觉得依照法律来讲，宪法的第70条里面，它就有讲啊，立法委员对立法院对于行政院提出的预算不得为增加支出而提议。再来，大法官释宪，这在阿扁时期的时候，大法官释宪第391号解释里面，包含你要挪用这些，其实要具体列出相关的事证。所以，照所有的法规宪法来说，包含大法官解释。立法院你不可以去强迫这一些的行政官员，要求他们必须要增加预算。我觉得这是我们用法来讲嘛，因为立法院在立法的过程嘛。那你们现在是在违宪，是在违法，那你现在卡住，那各县市的这些明年的预算要怎么办？你各县市预算讲你要考到年底吗？12月31号以前一定会过，12月31一定会让他通过的啦。没有，你通过你还要复委，你还要去审查。你不可能现在连一读都不让他过，现在卡在大会上面吧？如果你一读不让，你就12月31号到后面复委，你要每个委员会要吵多久？你还要2读，后面还要3读。小平哥，我们在议会曾经有人卡过预算，谁卡过预算？陈崇文啊，陈崇文在去年卡几次总预算？在一读的时候，他卡过5次。他卡过5次，他就说战哥有意见，战哥有意见5次，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是议长生气了，已经生气了。对，议长直接生气了，因为他没有理由，他就一直卡，因为至少议长也讲，你要至少让他复委，你有意见进去委员会里面谈嘛。那现在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就是仗着有多数人跟蓝白合，如果依照小平哥真的讲的是属实，为了要试炼蓝白合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我再跟你讲，把国家的预算跟前途当作儿戏吗？我就把傅昆萁的苦讲给你们听嘛。我们是52+2，对不对？泛蓝嘛，好。那52也很难动员，52的动员比民进党51困难，这是这边为什么52？这数字差不多，为什么你们选举服务太真的是这样？真的比动员力，对，民进党一定比国民党。这就好像你有部队50万人，我有部队30万人，但我战斗力比你强，但你可以动员谁去动员25万？我可以动员10万，他可以动员，只有动员力只有20%。国民党老毛病了，国民党数人头哈，就是数人头的游戏，就怪你们自己啦。如果这样，第一个对嘛，所以我说傅昆萁的苦嘛，这第一个动员同志。有比那民进党难一些嘛，会差个1、2席嘛。好，那就等于平手，对不对？就我们52，他51，算平手好了。第二，那两位陈超明，特别是高君素梅嘛，那他们是不是国民党？不是哦，是无党籍，对啊，泛蓝而已。所以今天简单，那白又有这个柯文哲的官司问题，这8席也是底下顶董还也相对不稳定，对不对？我就讲傅昆萁的苦，我再讲一次，他当了总召就要怎么办？好。然后，所以变成高君素梅就变成非常重要的支点，26亿卡三兆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数学是2大于8大于52，是这个意思。不，人数是一件事。那2个无党籍的，然后那8位民众党的，结果算起来是52席的国民党的，在这里面是最小。所以那个时候朱立伦就很扼腕嘛，有3、4个地区，包含万华嘛，就尤其是万华嘛，57，我是差3，我只有1/3，对，57多好，谁的脸色都不用看，好不好？那今天如果你57，别人更会靠你，可你在关键少数的时候，那26亿那个就是砍伐森林啊什么，反正那是不是头部才能砍？那个太细了，我不分析。总之，他讲出来。你傅昆萁有什么能力拒绝？你们就买单，不就还是会审嘛？我跟你讲，总是前面要给高君素梅表态一下啦。我觉得是变成这样子了。那未来立法院到底总预算什么时候能够过？那这牵扯到胜或背后，刚才讲到包括蓝白合啊，所有的这些议题是不是都在这个里头？但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当今天北检已经正式申请要再延押沈清金跟应晓薇以后，那整个净化成案未来又会怎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妹妹们，我们明天见，拜拜。